我们都知道，《如懿传》是《甄嬛传》的姊妹篇。在《如懿传》中，甄嬛有2个女儿，分别是恒绰以及恒提，也就是《甄嬛传》中的胧月和灵犀。但同样是甄嬛的女儿，胧月却并不幸福，还饱受屈辱，而甄嬛却为恒提的幸福千方百计地盘算。那为何会这样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剧中，胧月远嫁到了准格尔，而当恒提也面临远嫁的可能时，甄嬛却坚决反对恒提远嫁。可为何甄嬛却选择了让胧月远嫁呢？我们从甄嬛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就能够知道原因。其实恒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不是坏事，长公主若嫁过去，与太后您在宫中朝中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。当年恒绰远嫁，哀家就是为了朝廷，不得不先尽了贵妃的职责，尽量不去想哀家还是个额娘。甄嬛把胧月嫁到准格尔，更多的是能从中获利吧。而正如福家说的，如果嫁恒提好处如何如何的，就能知道甄嬛当年嫁胧月主要还是想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，通过嫁胧月来展示自己大度贤惠的名声吧。甄嬛也会舍不得胧月远嫁，但是和当时的处境以及利益考虑，这甄嬛就暂时把自己是额娘的这个身份给忘掉了。难道甄嬛会真的没有办法让胧月不远嫁吗？肯定是有的吧，只是甄嬛没有选择这样做就是了。我们暂且不说《甄嬛传》里的甄嬛，就说《如懿传》里的甄嬛，她的谋略和手段会差到哪儿去？首先从甄嬛用如懿的性命来逼如懿的姑母做选择，就能看出甄嬛还是那个善于诛心的甄嬛。还有就是甄嬛为了能够更好的洞察渣渣龙的心思，不仅表面上把奕欢送给了渣渣龙，还在暗地里培养了一个符合渣渣龙胃口的白蕊姬给他，并且在剧中多次有甄嬛教训嫔妃的场面。特别是甄嬛和如懿的那几次对话，以及富察皇后想借甄嬛的手惩治如懿却被甄嬛发现时，甄嬛对富察皇后的敲打。咱们是皇家婆媳，比不得人家小门小户，一家人鬼鬼祟祟，互相揣测，闹得何家不能安宁。这些无不体现甄嬛的语言艺术有多牛。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出甄嬛还是那个善于心计的甄嬛，而以甄嬛的智慧又怎么可能没有办法使胧月不远嫁呢？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当时恒提也有可能要远嫁时，甄嬛是怎么做的。在甄嬛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甄嬛就坐立不安了，想着要怎么样才能让恒提不远嫁。甄嬛的第一招就是通过大臣给渣渣龙施压，不管皇帝怎么想，你一定要跟乐亲他们说，大臣们一定要反对，反对到底。之后渣渣龙因为这事儿很是烦忧，大臣们反对恒提远嫁，跟朕聒噪了2个时辰。看渣渣龙这么烦这事儿，就可以知道渣龙是不想让景色远嫁的，要不然大臣们反对恒提远嫁时，这渣龙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出让景色远嫁呀。可渣龙没这么做，就足以说明渣龙更偏向于恒提远嫁了。但如今有大臣这样反对，就让渣龙得重新思考这事儿了。而这也就说明甄嬛的方法有了效果。这淑妃原本是想劝渣龙把景色远嫁的，但由于她太爱渣龙了，见渣龙因此是这么烦忧了，就不忍再开口劝渣龙把景色远嫁之类的话了。臣妾理解太后心疼女儿，可皇上身为人父，他也真的舍不得和静公主这个和皇后唯一的女儿啊。你倒是体贴皇帝呀，怎么不体贴体贴哀家？臣妾心疼太后，但也真的舍不得皇上，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劝说，最后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这淑妃就是甄嬛派去劝渣渣龙的，但是她办事不力，直接就被甄嬛打了一巴掌。而这也能看出来甄嬛对此事有多着急上心了。这也是甄嬛的第2招，让淑妃去吹耳边风，但是没有达到甄嬛想要的效果。于是甄嬛就开始了第3招，主动来找富察皇后。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，是有件东西要给你，哀家这件东西就当做给她添嫁妆吧。甄嬛这是想让富察皇后知难而退，主动向渣龙提出把景色嫁往科尔沁。但这次富察皇后没如甄嬛所愿，而是选择和甄嬛刚到底。不过都是做母亲的，自然都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远嫁了，所以甄嬛的第3招也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。但是甄嬛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之后如懿为报复富察皇后，就去向甄嬛提议。
所以恳请太后迎侍，前朝后宫齐立。越是人人知道太后要嫁女，尤其让皇上和皇后知道，越能力保恒体长公主留在宫中。择利而为，是为后妃的选择；力保儿女，是为人母的选择。想必皇后是为母情急，一时乱了方寸，才会不顾病势，为和敬公主拼力一搏，往前走一步，反而可以留住自己的女儿。好处多了，才会让人心动。哀家自己去造势，让富察氏族按捺不住。皇后是富察氏之女，处处以全族利益为重。如今被自己的至亲逼迫，怕她也无可奈何。之后，甄嬛通过白水姬让扎龙知道了嫁恒提对他的好处后，扎龙就下定决心把景色给远嫁到科尔沁了。这甄嬛的第4招营事，制造好处，终于让他把恒提留在了自己的身边。固伦和敬公主上蒙古科尔沁部，晋封恒提为固伦柔淑长公主。明年3月上礼藩院侍郎宗正。哀家知道这个宗正，出身书香门第，是个踏实有才之人。而且恒提嫁入京中，可以时常在哀家面前尽孝。瞧把甄嬛高兴的，这甄嬛千方百计地把恒提留在了自己的身边，却让胧月远嫁准噶尔，多少让人有些唏嘘。不过也正是有了胧月这个潜力在，甄嬛才会设法把恒提留在身边。但不管怎么样说，正如甄嬛上面所说的，择利是后妃的选择，为保儿女是为人母的选择。甄嬛在胧月远嫁一事上选择了前者，而甄嬛这样做除了利益外，可能也是因为胧月不是自己养大的，和自己的感情没有那么深吧。但不管是哪种理由，甄嬛在胧月远嫁这事儿上选择了利益，而扎龙和甄嬛一样，在利益面前都选择了让女儿远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。这皇家到底最在乎的还是权力呀。而当胧月怀着杀父仇人的孩子回来时，甄嬛知道后是这样表示的：冤孽，冤孽，太后，冤孽呀！不知道甄嬛这时候是不是想到了当初自己说的什么了呢？甄嬛这时候也很后悔吧，当初把胧月远嫁，现在导致胧月受到这样的侮辱。而当胧月回来后，甄嬛抱着她相拥而哭时，又重新见到胧月的高兴，也有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吧，想要好好的补偿胧月。可是胧月所受到的屈辱，在她的心里是抹不掉的了。总的来说，同样是甄嬛的女儿，甄嬛选择牺牲了胧月的幸福，而甄嬛却为了恒提的幸福，千方百计地为她铺路。为何甄嬛对这2个女儿的差距会这么大？其实不仅是远嫁胧月能为她带来利益，可能也是因为胧月是静妃身边养大的，和甄嬛的感情没有那么深的缘故吧。《甄嬛传》距今已经开播10余年，可热度依旧不减当初，反而还长盛不衰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，成为内地宫斗剧里的里程碑之作。不少人已经把《甄嬛传》当作下饭神剧，2刷、3刷、4刷，甚至 N 刷。那么剧中的这些细节或者伏笔，你都注意到了吗？ PS，《甄嬛传》这么优良的电视剧，细节满满。本次盘点并不完整，仅是挑了几个隐藏细节哦。《甄嬛传》中第1集甄嬛出场的场景，就是她在寺庙中求菩萨让自己选秀落选。在甄嬛拜完菩萨出来的时候，寺庙的大门上挂着一副对联，而对联的内容是“甘露灌顶受菩提记，光明照身广度全生”。很明显，甘露就是指甄嬛出宫后在甘露寺修行一事，而光明就是熹的意思。整副对联就讲述了甄嬛入宫以后，在甘露寺破茧成蝶，重获新生，最终光明反攻登顶，度过余生的全过程。也是在第1集就向我们暗示了甄嬛的结局。同样有深意的对联还有皇上养心殿里的那一幅无不可过去之事，有自然相知之人。当时甄远道一家被流放宁古塔，甄嬛挺着大肚子去找皇上求情，皇上的养心殿里就贴了一副这样的对联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皇上处理政事的座右铭，可细想皇上对纯元和甄嬛的感情不也是这样吗？
皇上一直将纯元视作自己的白月光，所以纯元以及纯元的死对他来说就是一件不能过去的事。因此皇上把甄嬛当作纯元的替身，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喜欢的已经不是纯元阴影下的甄嬛，而是眼前这个真正能相知相守的甄嬛。所以这一副对联也是在做一个反语，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，自然会有懂你的人。是皇上自己画地为牢，最后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。除了以上两副对联，剧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暗示，例如碎玉轩或牌匾之类的都是同理。在安陵容殿选后场的时候，甄嬛送了她一副耳环和一朵海棠花，希望安陵容不被轻视并成功中选。先敬罗衣后敬人，时风如此，到哪儿都一样。姐姐衣饰略素雅了些，那些人难免会轻视姐姐。这对耳环，就当今日见面之礼。不，希望姐姐心想事成，一朝扬眉。很多观众也认为安陵容中选是因为头上那朵海棠花。当时皇上看安陵容姿色平平，家世平平，已经摇了摇头宣布撂牌子落选了。可安陵容决定最后争取一下，对着皇上和太后说了几句吉祥话。她这个举动成功吸引了太后的注意。就在这时，一朵蝴蝶飞到了安陵容的头上，皇上看见后就说：鬓边的秋海棠不俗。皇娘，既然她都带着花了，就别刺花。所以大家都以为是甄嬛送的花吸引来了蝴蝶，这才救了安陵容一命。但是我们自己仔细看就能发现，蝴蝶刚开始飞来飞去的时候，不是直接落在海棠花上，而是落在了安陵容的珠花上，而她又是有名的调香大师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猜测到，安陵容其实早就在珠花上盖了香味儿，所以才会招来蝴蝶。蝴蝶飞到了珠花上，发现那是假花，然后才飞到旁边的真海棠花上呢。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想，但是如果是安陵容的香起了作用的话，那它成也香，败也香。如果安陵容没有在珠花上动过手脚，那她成是因为甄嬛送的花，败也是因为甄嬛送的花。大家都知道，安陵容最后罪行败露的开端，就是甄嬛给她送去了带有迷情香的狐尾百合。所以这个前后呼应真是让人直呼妙啊！甄嬛在生下双生子之后身价翻倍，前朝后宫个个都送来奇珍异宝，而沛国公府就送来辟毒块一双。沛国公府送来的文溪辟毒块，虽说银块也能测毒，可远没有这个稀罕。用毒之人最狠毒无比，防不胜防。到底是沛国公有心思。甄嬛也说沛国公府是花了心思的，可是沛国公的女儿孟静娴是怎么死的？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当时后宫举行家宴，皇后被禁足，三阿哥被革了黄带子，简秋选择忠心护主，想要下毒毒死甄嬛，于是在宴会的汤里加了鹤顶红，可是这汤却被孟静娴误食了，最终孟静娴难产生下一子后毒发身亡，怪不得大家都调侃沛国公府给甄嬛送辟毒块，可自己的女儿却被人毒死，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！同样起呼应作用的还有甄嬛对果郡王说的梁祝的故事。当时甄嬛在凌云峰与果郡王情投意合，可是天不遂人愿，二人还没相守多久，果郡王就被皇上委派带兵出征。甄嬛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虽然不舍，却也只能和果郡王道别。甄嬛为了向果郡王表达她的伤感之情，说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。果郡王听了以后急忙阻止甄嬛：我才不要做什么梁山伯和祝英台，他们一个哭嫁，一个吐血早亡，最后只能化蝶离开人世。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。梁祝的故事人人皆知，祝英台哭嫁，梁山伯吐血早亡的结局和后来的甄嬛、果郡王二人一模一样。甄嬛以为果郡王战死沙场，心死，只能回宫继续做皇上的妃子。果郡王为保甄嬛喝下毒酒，英年早逝，所以果郡王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最后灵验了呀。沈眉庄被诬陷假孕争宠的时候，皇上龙颜大怒，还气急败坏地摘了沈眉庄的簪子。欺骗朕和太后，你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摇？
你以为皇上只是生气，觉得沈眉庄不配戴太后赏的簪子吗？其实这根簪子皇上早就看不顺眼了。我们看看这根簪子的来历。太后知道沈眉庄怀孕的消息，特意命人拿了根簪子到圆明园送给沈眉庄，上面镶的和合二仙是希望沈眉庄能够多子多福，给皇家多诞点子嗣的意思。华妃就解释过，这只簪子贵在是太后怀14爷的时候戴过。镜头这时就切到了皇上，皇上不但没有开心太后喜欢沈眉庄，反而还一直闷闷不乐地垮着个脸，就是因为太后只记挂着14王爷，所以皇上不开心了。他想，太后为什么就送怀老14时候的簪子，怎么不送怀自己时代的簪子？谁还不是有点小脾气的人呢？所以皇上一直记着这簪子的来历。沈眉庄惹到皇上后，皇上借题发挥，立马就拔了簪子。俗话说眼不见为净嘛，皇上一直介意太后偏心14王爷的事儿。14王爷从小是太后带大的，而自己却被寄养在孝义仁皇后膝下，所以太后向来最疼爱14王爷。一直到临死前，太后都希望皇上能够放过他的老14。皇上的童年一直都是爹不疼娘不爱的，所以有一幕中，皇上夸曹琴墨给温宜唱的歌很好听。你方才唱的那首歌很好听，再给温宜唱一遍。曹琴墨唱的不过是哄孩子的简单儿歌，皇上却还夸他唱得好。皇上哪是真觉得歌好听啊，其实只是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母亲的爱罢了。所以太后死了，皇上跪在太后面前，自言自语的想要治愈自己那不幸的童年。皇额娘，快睡吧，好长大，长大把弓拉下，这样哄孩子的歌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，你能为我唱一遍吗？皇额娘，华妃若是猛虎，曹琴墨就是猛虎上的利爪。按照端妃所说，既然曹贵人这么厉害，那么皇后又为什么不在早期就策反了曹贵人呢？曹贵人又为什么不选择加入皇后战队，与皇后来个强强联手呢？首先，皇后战队的福利比不上华妃战队的福利。众所周知，皇后作为打胎小分队的队长，她的主要业务就是接剁了妈的订单并成功送达。在这个情况下，皇后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队员有孩子的，就算有，那也是皇后能够把控得住的。此条可参考安琪拉小分队的编外人员齐妃。而曹贵人又是出了名的精明，他怎么可能看不出皇后究竟在搞什么业务呢？就算曹贵人前期的宫斗水平不高，看不出什么，但是从前期皇后和华妃的受宠程度来看，曹贵人清楚，华妃虽然嚣张跋扈，但是华妃战队的福利是皇后战队不能比的。先不说金钱奖励有多少，就说提拔新人这一块，华妃还是很给力的。当年你不过就是个破落户家头旧人，留了牌子送到王府，连皇上面都见不上。若不是本宫提拔你伺候皇上，你哪有机会生下公主成为贵人？可见，尽管华妃是个陈年醋坛，但她该给队员谋的恩宠，她还是会谋的。别说什么华妃这么做是为了打压皇后，让新人去分皇后的宠，按照当时皇上专宠华妃的情况来看，华妃需要吗？明显不需要。更何况曹贵人都曾亲口说：“嫔妾无德无能，若无娘娘庇护，公主哪得平安成长？”既给曹贵人谋了恩宠，又护着曹贵人平安生下温宜公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曹贵人还怎么可能会加入皇后战队呢？第二点，皇后不需要像曹贵人这样的队员。从剧中咱们可以知道，皇后的选人标准，要么像齐妃一样蠢的可以轻易操控，要么像安陵容一样多才多艺可以邀宠，要么像瓜六一样。齐贵人愚蠢却实在美丽，宫中很需要这种女人。服侍皇上不需要聪明，只要长得漂亮。总之，皇后的选人标准是漂亮、听话、好操控，而这3点曹贵人没有一点是符合的。虽然说剧中不仅端妃说过曹贵人手段了得，就连太后和皇上都亲自盖章过曹贵人有心计，
但是在皇后看来，曹贵人的这种心计与手段就是最致命的。从皇后的行事作风来看，她需要的是那种听她命令去做事的人，而不是对她的计划抱有看法的人。更何况皇后身上还藏着纯元皇后的秘密，万一让曹贵人加入了战队，那这个秘密或许没多久就被曹贵人发现了。除此之外，皇后还十分看重队员的家世。别看皇后她自个儿是庶出的，实际上她特别在意别人说她庶出的身份，这也导致皇后在选人方面首先要看重的就是对方的家世。虽然剧中齐妃和安陵容的家世也不够好，但再怎么说齐妃也是知府的嫡女，加上齐妃前期很得皇上宠爱，一个有恩宠有儿子又好拿捏的人，皇后自然不会放过。而安陵容一开始就不在皇后的预选名单，要不是看到安陵容被华妃欺辱后的表现，皇后压根儿就没打算招安陵容入队。反观曹贵人刚出场时，要容貌没容貌，要才艺没才艺，还是个破落户家的秀女，按照皇后的选人标准，又怎么会看得上呢？第三点，曹贵人也不需要皇后这样的领导。常言道，强按牛头不喝水，万事勉强不得。前边咱们说了，皇后不需要曹贵人这样的人。其实曹贵人自个儿也不想加入皇后战队，因为对于曹贵人来说，她所求的无非是为温宜公主谋一个好前程。所以在曹贵人看来，只要谁给她利，她就站谁。这也是为什么曹贵人会当三姓家奴。华妃现在是春风得意，婉嫔也算是后起之秀吧。我虽是华妃的人，顺水推舟，卖婉嫔一个面子。可见曹贵人并不是真的效忠于华妃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表面上给华妃出谋划策，背地里又卖甄嬛面子，甚至在皇后给他画大饼，承诺给他升位分之后，他又巴巴的借着温宜公主的生日宴讨好皇后，请皇后娘娘墨宝，亲手书写一个寿字。宫中人人都知道，皇后最擅长的就是书法。原本曹贵人搞抽签这一出戏，就是为了整甄嬛的同时再捞一把华妃。如今曹贵人却先给皇后造了一个才艺展示，堂堂的一国之母哪需要娱乐众人了？这难道不是曹贵人来夹带私货吗？曹贵人此举分明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心里还想着那份准备下锅的。除此之外，曹贵人认为在这宫中没有一个人可靠，不管是华妃还是甄嬛又或是皇后，所有的合作无非是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罢了。一旦利益没了，合作也就散了。所以曹贵人铁了心要靠自己一步步往上爬。华妃不可靠，婉嫔更不可靠，利聚而来，利尽而散。他日婉嫔若要阻我封妃之路，我照样不会手软。可见曹贵人不仅不信任任何人，他的野心还不小，而这个野心皇后是无论如何都满足不了他的。综上可见，皇后阵营的福利既不如华妃阵营的，皇后和曹贵人也没有双向奔赴的念头，这份强强联合自然就没法强在一块儿了。